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Flying,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多拖雷！那么接下来是私人时间。天への前。君ごときが僕を直視する気か？
穿满衣服的小波吉木雕教学视频。OK，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穿衣服的小波吉。第一步，我们先画3条等分线，尺寸是1、4.5、4和2.5厘米。根据等分线找到衣服、手臂、身体、裤子还有鞋的位置，包括脑袋的位置和皇冠的位置。OK， 这样我们得到了第一视角。简单看一下，利用带锯，我们把第一视角给锯切出来。先找到皇冠的侧视图，通过直刀用下压和直推的动作得到皇冠的位置，继续画出右视图和左视图还有顶视图的参考线。我们先雕刻出手臂的位置和波及拳头的位置，刻好之后需要继续补画参考线，找到波及耳朵的位置，雕刻侧视图，包括腿的位置和脑袋的位置。脑袋和衣服用 V 字刀分开，画出身体所有的倒角线。我们来大概看一下所有倒角线的位置，继续雕刻倒角线，把棱角变成圆角，倒角的同时把衣服和领子做出层次。脑袋倒的圆角要小一些，衣服是紧贴脸部，要往后继续雕刻。胳膊也要倒圆角，且要小于脑袋的圆角。挖出小脖肌的眼窝，继续补画后视图的参考线，并用 V 字刀进行雕刻，分出层次。前视图也是同样的道理，画出头发的准确位置，也用 V 字刀分出层次，并且与脸部进行过渡。继续我们用炭刀整体过一遍。脑袋修出烫头的感觉，衣服后侧的腰带我们要修成椭圆形。炭刀抠出手部细节， V 字刀分出5根手指。裤子雕刻成小山丘，靴子刻出走路的动态，领子修成圆角， U 型刀挖出耳朵的造型，小皇冠刻出柱状。再用砂纸把脸部打磨光滑之后，我们这个小波肌就雕刻完成了。这里我把所有视角都翻转一遍，想学习的可以截屏保存一下。这里比较难的是耳朵、手部还有鞋子。截好之后我们开始涂色，脸部用到肉色，先压底色，干了之后继续提亮。手也是同样的颜色。衣服这里用到的是粉绿，袖口忘刻了补刻一下。脸部颜色干了之后继续提亮。头发是一个深灰色，包括靴子也是一个深灰色，和一个土黄色的裤子。领子和袖口是粉绿加白，淡黄色走一圈装饰线，提亮领子和袖口。皇冠用到了拿破里黄，勾线笔画出眼睛，补画五官参考线，记号笔涂上眼球勾好线，再打点腮红，画出腰带装饰线。在描出裤子褶皱线之后，我们这个穿满衣服的国王小波肌就制作完成了。来看一下它的左视图，这里可以简单做个参考，还有右视图，手和耳朵细节很关键，和后视图。这里的小靴子是翘起来的，包括它的正视图，耳朵是可以看到的。好了，如果粉丝喜欢可以试一下。
Hello， 今天我们来制作勇敢坚强的小波吉。先用直角尺画出4个等分线，距离分别是3、2、2、4.5和1厘米。我们先在4.5厘米的区域找到波吉脑袋的位置，脑袋戴上皇冠，下边2厘米分别是身体和短裤。继续找腿和脚丫和小波吉五官的大概位置。OK， 我们得到了正视图，然后先把第一视角锯切出来，画出皇冠的准确位置，利用直刀进行雕刻，画出波吉的侧视图，还是利用Never really know what's going on. Look at me sometimes like all you want to do is run. Hear me out, hear me out. It's al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There are the things I want to know. Secrets start in your heart so slow. But if you don't wanna tell me now, I guess I'll never know. Losing almost all my energy. It's getting hard to talk to you, and I'm the only one who speaks. It's al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There are the things I want to know. Secrets. 就制作完成了。我们看一下它的侧视图，包括它的后视图和它的正视图。如果我们喜欢，可以试一下。抱住我的手。小白如何学习木雕？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院儿。最近呢发了一些木雕教程，还挺受欢迎。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很多朋友有的都受伤了，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也有责任。所以这期我们针对怎么挑木料、怎么选用雕刻刀，包括在雕刻过程中为啥刻不动木料这些问题，我们简单做一个讲解和分析，然后方便大家以后去系统的学习。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学习吧。好的，我们先认识一下这2堆木料，从硬木开始说起。这里有陈贵宝、红贵宝、红檀木、刺猬紫檀、绿檀、紫光檀、巴西花梨、雪檀、紫苏木、金丝楠，还有颜色很丰富的固化木，也叫稳定木，包括多层贴片的科技木，还有传说中的小叶紫檀。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材质相对比较软的一些木头。这里有松木、水曲柳、红橡、白枫、红榉、黑胡桃、黄杨木、青木，还有我们比较常用的椴木。这2堆木料中，硬木我们是不用手动工具的，而是用到了这个电动工具，叫做压机，左边是开关，右边调节正反转，
中间波轮调节转速，在这里我们需要扭动手柄，装上磨头，磨头可以插入大概1/2，然后再拧上就可以使用了。这种电动雕刻机雕刻檀木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快速达到想要的一个造型。使用电动工具我们不可以戴手套。这种电动雕刻机不调木料，软硬都可以，但相比手工雕刻刀，下料速度较慢，粉尘也比较大。小牙机它的刀头种类繁多，无论是木头、玉器、牙齿、金属，还有地胶都可以使用。放在一边，今天我们重点说的是手动工具。对于新手来说，手动工具我们需要戴上防割手套。这里有材质比较厚的和材质比较薄的，和我平常比较习惯用的指套。指套我们一般戴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上。戴好之后，我们开始介绍雕刻刀，从指刀开始。首先是进口的雕刻刀，捷克的 Nerix， 试一下雕刻刀的锋利度。下一把是小号的 Nerix， 我们可以做斜切，右手大拇指要戴上指套，做一个回捞的动作，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花形。我来刻一个小花瓣。这一款是瑞士箭牌的一款薄片雕刻刀，我们试一下锋利度。还是瑞士箭牌，刃口比较宽，刀也好入木料，试一下锋利度。然后是款国产的雕刻刀，这一款刀头比较长，可以快速剔除木料。还是国产雕刻刀，价格才20-30块钱，锋利度也是可以的。最后这把指刀呢，是我们平常课件里配的指刀，锋利度也可以。然后是文具店可以买到的裁纸刀，也可以使用。裁纸刀刀头也是可大可小，也有进口的和国产。像这把就是替换的弯刃，也能用来切削。这种雕刻刀是有寿命的，我们刀头坏了直接更换就行。再来就是比较昂贵的超声波裁纸刀，我就不通电了，给大家比个样。它一般用来切割模型板。再来是日式的玫瑰酒，我们试试锋利度。下面还是日式刀，这3款呢是一样的雕刻刀，所以我们随便拿一套来看一下。首先是 U 型刀，能挖出半圆槽，然后是小号的 U 型刀，也是同样的功能。再来是 V 字刀，能挖出竹片的肌理。然后下一把是斜口刀，还有平口刀。这4种刀型口径也是有大有小。我手上的是国产的核雕刀，其中最常用的是这个坦刀，它介于平口刀和 U 型刀之间，尺寸也是有大有小。再来就是雕刻大件的东洋木雕刀和一些异形的挖勺刀。它们这么多木料和雕刻刀，对于小白来说不需要都买。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雕刻手法上，所以接下来我讲几个刀法，一共是4种常用刀法。第一种是直推，我们左手大拇指发力，右手不动向前推刀。第二种是刀口朝向自己，左手大拇指向回拉，并且右手也是不发力的。第3种呢是刀口垂直90度向下压，也可以切断木料。第4种呢，我们右手大拇指要戴上指套，刀尖入木角度大概是60度左右，右手大拇指发力向回捞，可以做出花纹。一般欧式浮雕经常用到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初步入门只需要1把雕刻刀就足够了。当然如果有条件， U 型刀和 V 型刀也很实用，大小口径各买1把。手法会了，我们来解决第2个问题，如何挑选雕刻刀。可以看到种类繁多，这里我们从1-20块钱的雕刻刀，再到100-200块钱的雕刻刀，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根据刚刚视频你就会发现，其实雕刻体验都一样。所以问题出在哪儿？答案是当刀板。当刀板是用木头和牛皮制作而成。我们刚买的雕刻刀其实已经很锋利了，不需要打磨，只需要背刀就可以。磨刀之前，我们需要在牛皮板上磨一些抛光蜡。我手上这2块抛光蜡硬度比较高，需要用雕刻刀把上面的粉末打在牛皮板上，然后再进行背刀。只要搜索当刀，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产品，而且市面上大部分用的是绿蜡，不是我手上的这种硬质蜡。这种软质的绿蜡需要搭配磨刀油一块使用，所以刀锋不锋利就看你有没有背刀。那背刀背到什么程度才算最合适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只需要把刀放在一个带有字体的纸上，
可以看到字体，并且反光，抛出镜面就可以了。当然，有条件的可以买电动磨刀器备刀，速度会更快。雕刻刀是否磨好了，还有一个鉴别方式，就是灯光下看刀刃。可以看到左边雕刻刀没有白线，右边却有一条白线。有白线的雕刻刀是钝刀，我们在切削的时候就很困难，而且表面不平滑。相反，一把锋利的雕刻刀可以切出平滑的表面。我们来切一个端面试一下。下一个问题，这么多木料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其实这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只要刀够锋利，我们可以应对各种木头。松木没有问题，黄杨没有问题，黑胡桃也是可以雕刻，包括椴木、青木统统可以摆平，甚至说硬度比较高的水曲柳、榉木都可以去削。所以磨刀不费砍柴工，我们一定要把刀备好。但是总得挑个木料吧，所以椴木是最理想的雕刻材料，因为椴木的纹理性不强，雕刻过程中不容易劈料，是较为理想的雕刻材料。好了，我们这节总结一下重点。第一是先得戴好护具，我们要戴上防割手套。雕刻刀不锋利，我们需要用荡刀板不断的去备刀，直到备出镜面。只要雕刻刀磨锋利了，我们是不挑木料的，无论是松木、黑胡桃还是最好用的椴木都可以进行雕刻。当然新手是推荐椴木。众多品牌的雕刻刀怎么选？买你买得起的那把就可以。它们区别在于钢口不一样，设计理念不一样，但是雕刻体验几乎一样。如果直刀再搭配上各种口径的 U 型刀和 V 型刀，那雕刻体验会更好。好了，先分享到这儿。这期视频比较长，如果您觉得有收获，可以留一留。拜了个拜。